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欢迎来宾钱立伟孙大千委员，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思敏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哥，思敏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持续关心中东的战事，现在谈判难道只是一个烟雾弹吗？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这个终战日现在进入倒数了，美军在酝酿夺岛的计划，伊朗的部分呢，则是储备了包括它的飞弹、无人机、水雷全开。下一步，双方是停火还是全面开战？今天节目上面一起来做解读。赶快来看到这一场美伊之间的博弈，已经不是打或不打的问题，是现在其实美伊双方是边打而且边谈判的。川普最新放话说谈判有进度，甚至会暂缓5天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市场松了一口气。另一方面呢，以色列的媒体则是指出了，他说呢，美方已经把4月9号给定为终战日了，真的吗？这是美方所提出来的一个时间吗？另一方面，我们持续来看到，难道现在伊朗方面的态度真的软化了吗？来自于英国伊朗媒体所做的一个报道说，伊朗的外长已经自己证实说，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已经点头了，同意可以跟美国方面来进行谈判，甚至不排除会达成协议。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今天又收到一个最新消息，有来自伊朗军方的说法，伊朗军方相对于穆吉塔巴就非常的鹰派了，他是说否认有和美国在议和，还酸了川普说自己跟自己谈判，把失败当成协议。好，这是来自于伊朗军方的最新说法。美方提出了什么样子的条件来跟伊朗做这个和平谈判的一些条件呢？我们来看到这一共是15项的要点，是美方透过巴基斯坦向伊朗递交的15项要点。这当中要求伊朗要拆除核设施，移交它高达60%高浓缩铀的一个库存，并且禁止在本土进行任何的铀浓缩。第二个来看到，必须开放国际原子能机构来进行无死角的一个核查。第三个，限制伊朗的导弹能力。最后，我们来看到要求伊朗停止对地区的盟友武装团体的各方支持，确保最后是这个，确保荷姆兹海峡的航道要维持开放，禁止任何的军事武装。但重点是，伊朗也有对美方提出了非常多的要求，美国可以达到吗？节目一开始先请教委员怎么看？伊朗这时候点头，来自于媒体的报道说这个有意可以跟美国来做和谈，这是在准备让步，还是他拖时间？现在酝酿还会有更大一波的攻击呢？就美伊双方现在对彼此开出来的条件来看，双方有可能达成停战吗？委员怎么看？伊朗在此时此刻恐怕很难跟美国有可能来进行停战的协商哦。为什么的原因很简单哦，就伊朗在这场战争当中，他们已经牺牲太大了哦，他们已经付出太多了。那么其实伊朗跟美国和以色列讲直白了就是血海深仇了。那么而且现在的这个整个的伊朗已经进入了全国军民同仇敌忾的这种状态哦。那么任何一个领导人，我想恐怕都很难在这个时刻忽然来一个法夹弯说大家等一等我们现在坐下来跟美国谈谈看吧那你更不要提到说从去年到今年，伊朗被美国和以色列偷袭，都是在谈判过程中就都是在谈判的这个整个的过程中，眼看着好像就要有好消息出现了，美国跟以色列就出手了所以你说伊朗的军方或者是伊朗的政治人物真的会相信美国的谈判是这么有效吗？其实我高度存疑所以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些讯息我认为伊朗军方的谈话恐怕比较能够代表伊朗现在的立场那么第二个重点是，大家不要忘了，这不是美国跟以色列的这个伊朗的战争，这中间还有个以色列这个以色列是根本不希望停战的就这场战争，我一开始就讲过，它是美以伊三方美国当然是希望见好就收然后呢收割一波这个胜利的果实，然后回到国内去大肆宣扬可是对以色列跟伊朗，他们准备或者是意图要打这场战争已经很久了他们准备了几十年的时间，现在双方摊牌了，也就是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状态了。
那么你说以色列会在这个时候同意说好了，我们就大家停战了，当做没这回事了？如果说伊朗所谓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国《纽约时报》方面所透露出来的这些条件是可靠的，那你川普当时干嘛撕毁伊核协议呢？伊核协议讲的不就这些东西吗？就是如果你们相信伊朗，那你就没有必要撕毁伊核协议了。可是你不相信伊朗，从当时一路走来你都不相信，所以你才用军事打击啊。所以你说对以色列来说，他怎么可能相信？他会想说，这个时刻如果我不把你斩草除根，将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果不如其来。川普为了拉抬股票，他释放出利多讯息的时候，以色列照样在跟伊朗对着干了。他们双方没有停手啊，以色列该打的打，该轰的轰，伊朗该射的飞弹也没少过一枚啊。所以其实有以色列在中间，你说大家要停战，要协商，我觉得很困难哦。那你更不要讲到说这个美国说4月9号要终战了。终战这件事情大家就川普的话，大家就听听就算了，因为川普过的时间可能跟我们不一样就是人间一天，地上1000年啊。就川普他所提出来的这个乌克兰战争的终战日期，大家如果印象还记得的话，不晓得延后了过多少次到现在还在无穷无尽啊，还没有到终战的那一天。所以我无法理解川普的4月9号跟我们人间的4月9号真的是不是同一天？那但是重点来了。你说双方的条件能不能谈得拢，这才是关键啊！我刚才说过了，美国所提出来的条件是什么？是叫伊朗自废武功啊，要伊朗停止对真主党、停止对整个中东地区这些盟友势力的支持。伊朗怎么吞得下来呢？各位知道，之所以会有这个真主党，之所以会有所谓的这个也门胡塞组织，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巴勒斯坦被以色列屠杀这才是真正的关键呢。所以 Jeffrey Sachs 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过，要解决中东战事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以色列建国。以色列只要完成建国，坦白讲，你说胡塞组织也好，真主党也好，他们的历史任务就已经达成了，他们当然就可以解除武装了，没有必要在这个地区上再造成任何的纷扰。可是问题是，以色列吞得下来让巴勒斯坦建国吗？就真正你要让中东和平，只有一条路走，就是让巴勒斯坦建国。但是很显然的，这是不可能的嘛。对，那你更不要提到说伊朗所提出来的条件他要美国跟以色列认错道歉，要赔偿，要美国的势力退出中东，这哪一条他们做得到吗？所以我觉得大家双方的条件是南辕北辙的就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很多讯息，我真的很强烈的怀疑它的真实性。那你更不要讲什么《纽约时报》的讯息了，美国西方媒体讲的永远跟真实的情况差别很大。我举一个例子就好了，西方媒体讲的如果可信乌克兰早就打赢了啦。乌克兰在过去这么漫长的岁月里头，你看看西方媒体是怎么吹嘘的，就到现在还在苦战当中。所以我根本上就认为，川普释出的利多，坦白讲，只是为了拉抬股市，因为他经不起股市再这样暴跌了。那么股市拉抬起来之后，大家再慢慢搞嘛，反正先拉起个2000点，然后再跌回个2000点，再拉起个2000点，再跌回2000点。所以最后我要讲的是，双方其实并没有打算停战。如果真的，美国就不用调兵了。美国的部队要调到这里去，至少需要3个月。所以现在川普在现阶段，他没有足够的地面部队去做进一步的进攻，他当然释放这种讯息来麻痹对手啊。伊朗不是白痴，他不会上当啊。是好，首先看到美国跟伊朗各自提出来的条件，现在看起来双方要达成一个停战，落差实在还是太大的。那另外一方面，嘴巴上面喊说双方要停战，但是两方美国跟伊朗现在竟然都是各自在积极的备战当中，而且是大动作的在备战。我们先看到伊朗，再看美国。伊朗现在呢祭出新一波的报复行动他说呢，现在正式的伊朗呢已经由所谓的防守转为正式要做攻击了，并且宣布展开真实承诺4的第79轮攻击，锁定的当然还是针对了美国跟以色列，包括它多个战略的设施，像是以色列军方的卫星接收系统，还有位在约旦、巴林、科威特境内的所有的美军基地。再来看到在美军的部分又做了哪一些动作？昨天我们特别谈到了说，他们正在等待的就是他们的2栖的突袭舰，还有5000位的这个陆战队要到位。那五角大厦最新做出了一个评估，除了昨天我们特别提到2栖突袭舰跟陆战队之外，还有第82空降师。接下来这一些势力会指导伊朗附近的3个小岛，包括了石油命脉哈格岛之外，还有大通布跟小通布群岛，为登陆战做准备。针对这个登陆战，我们也来看到是很多位的美军的指挥官，跟《纽约时报》做了一个分析。
说，有鉴于目前哈格岛的机场在2周前被美军空袭中损坏，所以呢可能会由陆战队来打头阵，之后再由空军的这个运输机负责运送军备补给跟部队，最后会由82空降师扮演强化陆战队的角色。但是其实我们看到美国智库自己都很不看好美军的这一项地面战的登陆计划。来自于 CSIS 特别做的一个分析指出，就算美军好，你今天很成功的登陆到岛上好了，也不代表你赢，因为哈格岛实在是距离伊朗太近了，只有数十公里的一个距离，伊朗可以使用它的飞弹、无人机、它的快艇、水雷，全部去持续的骚扰你的补给舰，最后把美军给逼退。所以针对于这个美军接下来会如何做这个跳岛3个小岛的一个夺岛攻击，战情要请干哥来帮我们做分析。另外一件事情是最新消息，昨天 B-52呢，在这个紧急发生了这个紧急降落的事情，还有美军的多架战机也都出事了，代表空军它的空优已经松动了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伊朗是不是就更有办法用它的导弹啊、无人机这些做所谓的饱和攻击？干哥怎么看？我实在很不愿意承认，大前委员他认为说美国不会，就是说我今天打了你之后，然后我就现在又要跟你和谈，那你调兵要干什么？其实调兵有一定的意义在，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把这个岛先占下来的话，我现在就会有了谈判的筹码。然后，所以你知道，我们昨天有提到了，就是说2艘2栖突击舰带了总共5000名陆战队的官兵，但是这陆战队的官兵有一个弱点，就是说他没有重武器。也就是说，人可以上去美国海军陆战队是真正打过诺曼底登陆的，所以他们现在如果说上去了之后，那你要怎么样巩固他的滩头？伊朗有多种手段可以对付你，水雷攻击布雷无人机甚至导弹可以瞄。他的导弹不是在哈格尔岛也不在大小通布岛他在哪里？他的远在可能是伊斯法罕那边，那个好几百公里之外。那我请问你一下，航空母舰能不能打到那个地方？你要先把它调来，你又怕它用飞弹打你，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像我们在跳一个 tango， 你知道吗？你进我退，所以实际上这个还要花很多时间。所以老实讲一句，说这时候美国寄出了我们先把陆战队准备好之后要上去，然后我们再调动82空降师。我大概解释一下。第82空降师就是美国有2个最有名的空降师，一个就是第82空降师，另外一个是第101空降师，大家都听过。但是101已经改制成为全突击师了，就是说整个师都是坐飞机的、坐直升机的。那82空降师算是美国还算传统的，他在那个美国的那个2次大战之后，在打赢的那个突出部之一之后。他后来也参加了很多战争，海湾战争巴拿马的擒获诺瑞加总统那个战争等等。82空降师有很多实际的经验，所以真的要去上哈格尔岛去占领之后，部署的优势是在真正的82空降师，因为他们的配备的话，就是整团要带过去，的话，炮兵、自走炮、M1 坦克通通要上去。那你上去之后，这才叫实质的占领。可是你知道，就像我们讲过，这要花多少时间？恐怕我最低的、最起码的估计，至少还要2个月，你这东西才上得去。为什么？你没有这些东西，你没有办法抵御无人机攻击，你没有办法抵御那个弹道飞弹攻击。你光是陆战队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上去的快。但是呢，他没有办法做实质的巩固，所以还是需要82空降师来支援他。那好，那现在你看到这些部署之后，你就晓得说，川普不是随便讲的了。对，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在那个就是在北卡罗来纳州的82空降师已经集结完毕，就代表说我真的要上去。那我真的要上去了嘛，对不对？那你要上去的之前，他的部署一定是什么？一定是空优要先抓下来。其实现在空优已经抓到了，已经抓好了，现在就是怕突如其来的飞弹攻击。那你突如其来的飞弹攻击，你要部署什么？你爱国者要上爱国者你现在剩下多少？听说不太够。那你要调哪里的？调南韩的爱国者来，你要不要时间？要嘛。所以
我们看到这些部署，但是你要晓得，美军不打没有把握的仗。那伊朗也在想说，你来了是不是？我准备什么东西对付你，对不对？所以我们提到了苏马飞弹，还有那个巴赫尔飞弹等等，我们很多种飞弹可能现在都要调动了。所以你就晓得说，其实老实讲一句，在军事调动的之外外交谈判说15点计划现在已经讲好了第一点就是伊朗你必须要拆除核设施，并移交60%的高浓缩铀给谁？给国际原子能总署。你不要开玩笑，只要他拆除了送给国际原子能总署伊朗就没有牙齿了。那不可能的事情，这第一点就过不去，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在看这些事情，我觉得川普你的条件太苛了，你后面又在征兵，我们就知道你打什么算盘了。我们只知道说，因为这样，国际油价一时之间绝对不可能降下来，这一个礼拜不可能会平静，不会安宁，可能国际能源的危机会更加升高。好，所以现在另外一场战事极有可能会发生吗？那岳老师又怎么看？我觉得这一场战争打的真的是用莫名其妙4个字来形容美国的态度用这个就是残忍无比来形容以色列的态度，用伊朗的形容词的话呢，就是说豁出去了，鱼死网破。这个一定要让大家了解。我首先要强调，大家普遍的印象，因为到今天已经打了26天了嘛，24、25天了，大家心里要感觉到伊朗是越打越勇。为什么？我们刚刚委员讲清楚，他们团结了。对这一场血海深仇，他一开始还分成2派，改革派什么死硬派的，现在呢没有人敢改革了，现在全部死硬了那个现在我都不好意思讲，那特拉维夫都已经被炸得跟加沙差不多了。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看美军打的什么样的。我现在讲，你刚刚讲这样，我现在计算美国最伟大的飞机 F-15，莫名其妙被科威特的友军打掉3架，这不到现在是个谜我到了对岸遇到一个干过飞行员，他说这个也是不可理解，加油机的碰撞，加油机被给他加油的加油机2个撞在一起。他说这个连基本上的飞行技巧底下的塔台的管理，你们2个靠太近，这个美军真的是非常拉胯。然后昨天 B-52轰击就发出来7700，这个7700代表就是飞机出状况，我们不能做任何事，要马上迫降。对，为什么？就挨弹了嘛，对不对？你现在话呢？好了，我们讲海军伟大的这个林肯舰已经挨了不晓得多少弹，至少挨了弹，跑到1000公里外。福建舰更好笑从电磁弹射失败就算了然后这个厕所不通，那就勉强吧但是洗衣房烧火，洗衣房烧30个钟头，然后那个厕所里面挖出来的有毛巾，有一大堆有衣服。自己人干。对了，你现在不是我们现在讲，我们原来都相信美军是所向无敌的，对不对？一觉得美军一站出来，我看现在全世界大概实际上少数几个人相信美军所向无敌，就他跟高市早苗还相信，其他我都发觉，我刚刚举这个例子都是活生生的例子，这个足以证明美军本身的。我得到一个结论了就是说美军基本上海空军这么强的武器，人员的训练真的很差。真的很差，大家心里要明白。那你这个怎么登陆你怎么登陆你搞成这个样子。而且最好笑的是大家再回溯几天的新闻看看，那个时候川普很高兴的对外宣布说，我们的这个取得了制空权，然后我们轰炸了哈格岛，而且我们把他的机场摧毁了。当时他讲完这个话之后，美国前情报官员在西方的视频里头就在那边笑，他说：“你去摧毁人家的机场干嘛？”这个伊朗已经没有什么空军了，那个基地呢，就是将来给你要降落的时候可以做运补的，就你莫名其妙的把那个跑道给炸毁了，所以呢，你的 C-17没有办法降落，你只能够用老旧的 C-13洞，可能这么短的跑道才能够适合。他当年如果没有炸这个跑道，没有把它炸掉的话，他现在有这么辛苦去登陆吗？早就登陆了。反正很蠢就对了，没办法讲。好，谢谢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在
那接下来要关心到的是伊朗的飞弹，现在狂轰以色列哦，特拉维夫被炸成了废墟，防空体系撑不住，还被川普，会不会以色列就被抛弃呢？今天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今天开场3个火线话题，我们会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答的。首先第一个，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川普说美伊正在谈判，但是今天要特别关注伊朗的军方完全是不同调的，他还喊说要自己到完全胜利才会停下来。强硬派的军方接下来接班之后，已经转向会对美国进行长期抗战的这一场消耗战了吧？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件事情会来关心到的是伊朗现在祭出了最强的反击，一个晚上7波的飞弹狂轰特拉维夫海法，甚至出动了上百公斤的弹头落在它的市中心。现在以色列的累计伤亡175人。再加上以色列现在的舰3数量非常有限，防空还撑得住吗？这是第二个问题。最后，今天也会来关心到的是，美以原本以为说，针对于伊朗可以发动快速的斩首行动，并且导致他们内乱之后就可以快速收场了。没有想到这个战争打到现在，伊朗变得更团结了。川普谈判可能限制以色列攻击，甚至逼以色列让步吗？会不会美国最后没办法，只好抛下以色列了？如果真的没有了美国，以色列还能继续撑得住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的是，川普不是说了吗？美伊双方会进行和谈，但是现在伊朗的军方发言人随即非常强硬的表态，他会战斗到完全胜利为止。换句话说，意思就是说，这个他们是完全的不可能会让步的。更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要来关心到的是，伊朗原本他的国安高层是拉尼贾尼，大家视他是这种务实派的一个关键人物，可以跟美国、可以跟以色列去进行一个比较好的外交斡旋。但是这一回遭到了美以斩首之后，现在确认的事情是由革命卫队系统出身的这个强硬派人物佐加德他会完成接班，那么佐加德就会对美国、对以色列进行更长期的一个消耗战，一个更强烈的鹰派的对抗。另一方面，我们确实就可以看到了，伊朗方面直接开始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击，发射它的导弹，打击在伊拉克这边的一个机场的美军驻地，再来就是释放出攻击美国邮轮，过去攻击美国邮轮的一个画面。所以节目一开始呢，特别来请教委员怎么看了伊朗的军方，他说要打到完全胜利为止，并且他打算是要打到美国跟以色列让步，他才会停吗？再来关心到的就是拉尼贾尼这个务实派的人物被斩首之后，强硬派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他现在接任，那伊朗他接下来的战略目的又会是什么？委员怎么看？对，我想啊，如果研究金融的好朋友，只要把这个全球几个主要的这个证券市场的指数哦，跟川普的谈话内容哦，然后做一个时间表的对照，大家就发现中间应该有很多雷同之处，也有很多蹊跷之处。我刚才讲到了嘛，川普释出了几个利多的讯息之后，然后全球股市就好像那个被打鸡血一样，就立刻全面反弹了这个一阵子。可是呢，当伊朗军方出来说川普是自己在跟自己协商的时候呢，我告诉大家，我刚才看了一下美股哦，就是道琼今天的早盘立马先跌300点哦，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全球的股市永远就是这样起起落落，起起落落。川普自说自话，可能就拉抬一下，然后呢，真相发现不是如此，所以又跌回去，就不断的在这样子这个来来回回跑来跑去哦。那我觉得这一次美国跟以色列最蠢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斩首。他们原本是引以为傲的，说第一天就把斩首掉了40几个，从这个哈米尼一路下来，排名40几个接班人可能的顺序都把它斩掉了。他以为这样就可以 regime change 了。美国跟以色列本来的目的是什么？他是希望推翻掉现在伊朗的神权这个政治的体制，然后扶持一个亲美亲以色列的政权，就像以色列现在还活在当年跟巴勒维王朝的这个水乳交融的这个历史记忆里了。他希望能够恢复到当年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不可能的事情。他当时没斩首就算了，你斩首完之后哦，你把哈米尼跟整个神权体制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些人都变成了是殉教的烈士哦。
所以他们的地位马上就改变了。就原本哈米尼在的时候，可能还有反对他的人，可是你把他斩首了，你叫谁去反谁嘞？都没有哈米尼了，到底要推翻谁嘞？然后呢，不但没有哈米尼了，下面一下被你杀掉了40几个，那么这些人所形成的这种悲愤的情绪，反而把整个伊朗团结起来了。所以大家如果看一下就是不是西方媒体的这些视频相对国际上比较公正的这些视频，比如 CNN 的这些视频，你会发现什么？你会发现德黑兰尽管在夜晚被轰炸的时候，在德黑兰的街头还是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抗议示威美国跟以色列，他们无惧于头上的炸弹一颗一颗的掉下来，他们就站在那里。大家看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跟什么样的氛围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和谈？然后拉尼贾尼也不是美国干的，就是以色列干的嘛。所以当拉尼贾尼被暗杀的时候，美国第一时间就跳出来说这件事情我不知道，跟我无关，是以色列干的。然后以色列又想把美国拉下水，说这件事情我有告诉美国。很明显的，拉尼贾尼是本来伊朗对西方的一个重要的窗口跟管道，以色列就是不想协商跟和谈所以把这个管道给猎杀掉了。他就摆明说，看吧，看你这个川普要跟谁谈呢？拉尼贾尼已经被暗杀掉了，还剩下谁跟你谈？所以我刚才才讲说，以色列根本就不希望这个和谈产生。那对伊朗来讲，他全国的军民同胞都像刚才岳老师说的，要鱼死网破了，就跟这个以色列拼个你死我活了，更别提说他撑了20几天。他耗尽了美国跟以色列的防空飞弹系统，现在眼看着就是他吃瓜收拾这个收获成果的时刻了。现在再过个这个7天8天，他射的飞弹恐怕以色列跟美国都没有任何的防空飞弹系统可以拦截了。他如愿的可以把以色列夷为平地了。在这个时候，你告诉我说他要和谈，这有可能吗？他明明就可以消灭以色列了，这个是垂手可得的胜利，他有什么必要要和谈？他拼着德黑兰变成一片废墟了，他当然要以色列赔账啊。好，确实所以我们看到整体在伊朗的民族情绪现在高涨的情况之下，再加上我们看到刚刚特别提到这一位革命卫队的强硬派佐加德他接班之后，伊朗确实现在展开了新一波更大的一个攻势那现在就是要看说有没有办法以色列能够守得住，但是答案看起来是似乎已经不行了。原因是我们看到就一个晚上而已，伊朗它进行了7波的飞弹攻击，直轰的就是特拉维夫、海法，还有100公斤的弹头砸到它的市中心，进行大规模的破坏。对比在去年，大家还记得吗？当时的12日战争，这一次来做相比，这一次可以看到这个以色列它的防空系统几乎是失效了。那伤亡数字也带观众朋友稍微关心一下伊朗这一波攻击4个地点，造成了6个人受伤，再加上先前针对他们的南部设施这个核设施附近做的攻击，一共是造成了175人伤亡。以色列自己也承认了，说现在他们手中的剑3不是无底洞，你要去拦截这些飞弹，这个数量其实是相当有限的所以以色列怎么做呢？他就去求美国了，说我们要更多的拦截弹跟军备。重点是美国会继续愿意挺以色列到底吗？还是可能会抛弃以色列呢？那他的防空神话是不是可以说以色列已经被打破了？干哥怎么看？好，那最新的攻击一晚7波，它针对了特拉维夫海法，这些都是以色列最重要的城市。然后当然，它跟耶路撒冷在这几个城市都是齐名的。可是你知道前几天去攻击那个迪莫纳是什么地方？迪莫纳就是以色列的核子研究所的所在地。讲穿了啦，他们的这个铀库存都在迪莫纳就对了啦。所以以色列很紧张这个地方被打到了，总共有差不多快要175个人受伤虽然没有一个人死掉，可见得伊朗是打得到的。光是打得到就很害怕了，你知道为什么吗？那国防部就被问对不对？准将阿查夫就出来说，我们还没有用到箭式飞弹，箭3Arrow 3，对，那属于要拦截那种从那个这个大气层外再飞回来的那种洲际弹道飞弹，那是高阶拦截系统，那不能用那个用到那个就等于是把看家的宝都拿出来用了。那现在你只能用铁穹跟什么大卫弹弓，也就是大卫投石所以色列的3大的防空支柱。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爱国者。那爱国者呢，其实我跟你讲被用的最多了。为什么你知道？以色列有一个想法，这个我自己产不出来的东西
我先留着，先用，先留着。我先用那个别人可以拿得到的东西，哪里美国可以给的，就是爱国者飞弹。但是爱国者飞弹在以色列的这个使用的那个记录里面，他们是最多的、最成熟的。那通常来讲的话，都是要2枚来去拦1枚。现在他发现伊朗打过来的飞弹不能再用爱国者了，为什么？爱国者1枚要400万美金，太贵了。所以为什么这次没有拦到 Dimona 没有那个城市没有拦到那个伊朗打过来那个海巴尔飞弹？那一个那海巴尔那个飞弹一颗弹头就重200公斤，那个砸下来，我告诉你，他如果再加1倍400公斤的弹头砸下来的话，还那个 Dimona 的很多民房都会塌掉，你知道，就不是只有100多人受伤。所以这个情况之下，你就晓得说，伊朗的那个飞弹的射程还是有限的，因为技术所限。但是等到有一天，我们昨天讲过嘛，它可以打到迪耶戈加西亚岛去了4000公里了，但是弹头很小，为什么？弹头加大，它飞不到。好，那现在你就可以看到，伊朗的导弹技术在进步当中，它不断在提升当中。那我们这次没有办法拿箭矢出来，所以我们终于有防空漏洞被人家打到了。那以后耶路撒冷也被打到怎么办？海法被打到怎么办？特拉维夫被打到怎么办？本古里昂机场已经差一点被命中了。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就是好像是昨天早上说在哪里？在那个什么地方？就是北伊拉克有没有？美国有个基地打在伊拉克的伊拉克的埃尔比勒机场的美军基地。埃尔比勒机场是什么？就是跟库德族合作的。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伊拉克的库德族他在海珊政权在的时候被迫害得很惨嘛。美军一来，来，库德族是来，我跟你讲，我们一起成立共同基地。伊朗很早就想打这个地方了，今天终于打到了。你知道打过去死了多少人吗？死了6个人。虽然都是库德族民兵，可是美国也吓一跳啊！为什么？美国在这边没有防御系统啊？为什么？他相信伊朗打不到这边，我打到了。所以我刚刚讲这几个，你就会发现说，本来你打不到的，现在我都打得到了。我觉得都打得到了是什么意思？是因为伊朗它的报复的能力已经超出了美国跟以色列的评估之外，所以这些地方都打到，下一次要付出的人命代价恐怕就会更高昂，而不是现在只有几个人死亡而已了。我觉得美国跟以色列现在真的是要想说，你要让伊朗更大的报复吗？还是说要真的上谈判桌呢？川普，你不要再痴人说梦，要赶快做。好，这场战争打到现在，看到美国跟以色列也都看到了伊朗现在一直打到现在28天为止，源源不绝的这个飞弹跟它的射程是越来越远。那所以他们其实也在思考说，当初是不是有误判这一场战略误判的一个问题呢？那我们先来看到，其实呢，美国跟以色列当初想好的剧本是说，这场战争其实是可以快速结束的。首先，他们就是斩首伊朗的这个高层之后，伊朗就会内乱了，他们是预想这样子，然后就会结束这场战争。这个剧本是谁想的？是以色列的摩萨德想的。然后呢，把这个想法传达给川普之后，川普就定案，就突袭了伊朗。结果没有想到，现在打到现在这个战争收不了尾了。然后还导致伊朗内部更团结，美军陷入长期的消耗战。现在美国如果要收手的话，以色列有办法自己有可能去抛下以色列了吗？那以色列有没有可能自己单独去面对伊朗？岳老师又怎么看？我先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一点啊，就是说没有美国，以色列就是没有办法单独面对伊朗啊，因为人数的话呢是它的8、9倍了，那个国土面积的话164万平方公里。大家知道，以色列才1.7万平方公里，连着他自己赚到的，合起来不是这个情况，我们都非常清楚。但是你问我的问题，讲说摩萨德有没有战略误判？我认为没有，摩萨德就是故意要讲一个非常好听的计划，让这个又笨又坏的川普直接跳进来，一跳进去就发觉哇，通通都是软沙子，一陷就不得了，美国陷进去了。所以美国现在，你现在坦白讲。大家都知道，美国现在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伊朗就说明，你走你要赔偿，你不走的话，我们就打到底。为什么伊朗刚刚越打越准？人家都故意漏的。我就要告诉大家说，什么叫摩萨德？请大家记住一件事情：当年1948年以色列成立的时候，从伊朗回来的犹太人就占了当时以色列人口的1/3，
大家就知道，在中东地区的犹太人很奇怪，不晓得为什么，一听到以色列建国，通通爱国爱得不得了。这是为什么摩萨德的内奸这么厉害？因为他们在伊朗根本都看不出来。就像说我们在这边的话呢，就我们这样子的话，你根本看不出来谁是谁。我自己在留学的时候就认得一个巴格达的犹太人，他讲阿拉伯文跟阿拉伯人是一模一样，但是他就深深的爱以色列，还回到以色列去当兵。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的摩萨德厉害就是人了，像我们长这个样子，一跑到欧洲去当间谍，一眼就认出来了，对不对？但是摩萨德情况就很不一样，他哪里都有。大陆的河南的犹太人也很爱以色列啊，这个你在网络上都可以看到。好，你第二个的话呢，就会问到说，那个川普会抛下以色列退场吗？没有可能，为什么？因为大家完全低估了犹太人在美国的社会的影响力是全面的。我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在那个什么，就是在反对的时候，为了什么，就是加沙走廊的事情的时候，美国所有的常春藤学校里面，哥伦比亚大学、MIT 大学还有哈佛大学的学生全部跑出来示威。纽约的犹太人就来了一辆车，把所有示威的学生照片一张张这样，然后说这些人永远不要在华尔街工作。你知道吗？你读常春藤的大学永远不能在华尔街工作，等于是还不清那个学贷啊！而且另外的话呢，3个学校校长他们就坚持把它换掉。这种力量的影响，这个还得了啊！我们现在一提到美国大学一抗议示威，台湾的那个总统都扫息立正的，那犹太人基本上的话呢做这种事情，所以川普会抛下以色列进场吗？他自己的女婿，他自己的女儿，他自己就基本上他都已经非常相信犹太人这一套，所以犹太人的这一套是我们真正该讨论的议题。但犹太人他不会有战略错误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像纳坦雅胡最近笑得好高兴，就我们准备了30-40年，就是要把美国拉下来对付伊朗，现在成功了，他已经成功一半了。而且我说一句良心话，现在特朗普被炸成这样子，伊朗现在全面团结，我告诉你，以色列80%以上人支持这场战争，全面团结。现在美国大分裂，所以说这个一定要让我们的观众了解到这个问题严重到，人家2个原来要打了，美国现在没事干跑进去，美国历代的总统都不能打，他们都看得清楚，我们都是看得懂了，他看不懂，只有川普很笨，真的很笨。又傻乎乎的又坏，就进去了。我讲的真的就这个道理啊，对呀。好，谢谢苑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真的是这样吗？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哦。今天要来看到是福特号失大火，是官兵纵火，因为他们不想打仗了，想要回家吗？这是来自于美军的部分。再来，我们来看到是川普，难道真的是靠感觉在攻击伊朗吗？引爆的就是现在全球的能源荒之外，川普的民调也创下了新低。今天一起来做关心。先来看到，川普不是大军要集结他的所有的军力往中东地区吗？没有想到现在福特号先出事了，它是美军最强的航母福特号，现在因为大火得紧急返回在希腊的这个海军基地了，进行的维修天数会达到12到14个月，等于说现在任务是全面中断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呢？我们先来看到，本来说是美军最先进的航母，从来没有被敌人打过，但是自己内部却有各种的问题。我们来稍微盘点一下最近福特号出了什么事情。马桶不通，污水四溢，调查出马桶里面竟然有 T 恤还有长绳。火灾，这一场火灾刚刚特别提到了，烧了30个小时，停不下来，而且美军是拒绝公布任何的细节的。美国媒体说，现在已经在调查到底是发生什么原因了，但是现在内部有声音爆料是官兵刻意放火的，要让这个任务提早结束。为什么呢？因为官兵们真的已经很厌战了，他们感觉太累了。他们在海上到底工作了多长的时间呢？我们也来看到哦。从2025年的6月执行各种任务，直到现在发生大火，这些官兵已经执行任务达到260天了。就是因为川普不断的给他们加新的军事任务，大家还记得吗？当时的马杜洛
接着又是伊朗开战，所以福特号现在成为了最血汗的一个单位。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委员，人家说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哦。川普现在重回白宫之后，四处都在点燃战火，美军难道现在出现了厌战，所以发生了福特号这一些各种的事故吗？委员怎么看？对啊，福特号上所发生的这些意外事故哦，的确是让人快要笑掉大门牙了。刚才岳老师已经说了嘛，失火的地方在洗衣间，洗衣间是水最多的地方，它还能失火，我也觉得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我第一次听到洗衣间还能失火的哦，然后这种情况很显然的就是这个福特号自己舰上的官兵自己造成的嘛哦。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当然就是因为超时工作啊，就显然就是血汗工厂啊。就是对福特号这些官兵来讲，美国的大兵他们虽然有荣誉感哦，但是呢，他们也有一定的体力的极限啊，就不是说你可以永无止境的超他们的。川普不要以为每一个大兵都是美国队长哦，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那但是很显然的，就是因为他不断的全球四处点火，所以他的部队就要被他调来调去了，大家搞得这个兵疲马困的。你说累也就算了，超时工作可以忍，可是前提是这是一场不义之战就是对美国人来讲，他们长期以来认为他们代表的是正义，他们代表的是自由、民主、普世价值，所以他们的任何一场战争都是站在正义的这一方，这是美国长久以来灌输他人民的。可是，在川普上任之后到现在，特别是这一场伊朗战争，我相信有很多美国人民都认为说，这场战争到底为什么打得莫名其妙的，违反国际法、违反战争法，还要这样打下去，只是为了以色列哦。这种情况在美国的基层都已经如野火燎原般的烧开了。那你说美国的官兵呢？他当然会想说，我为何而战啊？我到底是为了什么？牺牲奉献、超时工作，在这个血汗环境里头还要撑要撑多久？眼看着这场战争打得无穷无尽所以我觉得当时放火的官兵应该很开心，因为他们现在正在希腊度假，就在希腊整补，然后现在要调来的航空母舰一定很就在想说，那我们也找个地方放把火吧。那这样也许我就可以停在意大利或停在哪里，也可以修补一下因为接下来的战争如果真的要打下去，必然更血腥了。如果你看到的2栖登陆，看到的陆战队，看到了干哥刚才讲的82空降师，那就是硬碰硬了。那已经不是你在那边按几枚飞弹打人家的无人机把它打下来就算了，那就知道真刀真枪的见生死了。更不要讲说去什么占领一个跑道被美国自己炸断的哈格岛了那这些东西都有牺牲那对美国的官兵来讲，他到底是为何而战呢？这场战争到底是为了什么？你说当年911事件，他是为了报仇，所以全国是同仇敌忾，打这个伊拉克，打这个阿富汗，不手软的。可是现在到底干美国什么事呢？所以我觉得美军厌战不意外啊。你光看川普自己的核心圈，你从 J.D. Vance 他到现在都没有像这个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这样子站在第一线，这个咄咄逼人然后那个语气狂妄，他一直离这场战争的决策很远了。你看国家情报总监被人家问到的时候，他怎么讲的？他说：“这是我们只能够提供情报，这是总统的决定。”他已经把责任推给总统了。他没有说是我们建议总统打的。你看到参谋总长联席会议的主席凯恩，他说过什么话吗？他有代表军方出来发表强硬的跟战争相关的论述吗？没有你看看这个国家反恐中心主任，他认为这是不能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了，说辞职就辞职了。连 Fox 的这个主持人，最支持川普的 MAGA 的支持者，最重要的 KOL 这个 Tucker Carlson 他自己都出来批了嘛。所以其实坦白讲，这场战争既没有正当性，看起来前途渺茫你说叫美国官兵抛头颅洒热血，说实话他们也不笨呐。好，川普现在面对的除了说这个美军厌战之外，还有来自于自己共和党内部还有 MAGA 的分裂再加上现在最新的民调，大部分的美国民众也都不挺川普了，而且川普的这个民调支持度还创下了他入白宫以来的最低点。现在支持川普施政的这个人只剩36%，持续支持对伊朗开战的支持率也只剩下35%了。那我们来看到支持川普对生活施政的只有25%，对他经济上面支持的人只有29%，甚至这个数字比当时对拜登时期的任内都还要更低。川普还有办法扭转民调吗？岳老师怎么看？没有可能。今年11月份就到了中期选举，时间真的是留给川普的时间几乎是0。
我这边讲5个原因，就让大家了解到，因为这种民调的调查，大家是跟这个情绪，它是一种大众心理学跟着一起走。比如说我们现在2个人，我们现在我听到刚刚跟委员在讲说我们不会支持川普，那我也慢慢讲，我也不要支持了，就很自然就这样产生啊。那么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因为这场战争没有经过国会的同意。所以国会不管是这个 Congress 也好，或者 Senate 也好，是参众两院，他们其实都很不情愿，就是说他们会觉得说，就因为你完全没有经过国会同意的战争就是非法的战争，请记住，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不管怎么讲的话，大家都有这种认识。然后第二个，他们的国内部的话，现在已经超过50多个城市有反战的游行，这个影响力其实是非常大。就是说游行站出来就是反战、反对战争啊 ，We don't want war 什么的这种观念讲起来，让大家想起来好像越战时间就到了。因为越战时间让美国人最害怕的其实是什么？其实是他们的征兵制度啊。越战征兵的时候那太可怕，而且他征兵的这个制度非常荒唐。美国人做事情的话，就是每天在365个球里面抽一个生在这一天的就要准备当兵。哇，那大家都吓坏了，每个人都带着孩子看啊，就是说美国人就不勇敢的就做的方法。然后另外一个，那个川普的重要的支持者100%支持他的那个叫 MAGA 人的话乱得一塌糊涂。那个 Jesse Vance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他好像变成隐形人了啊。那些海格塞斯啊，那想当官的，卢比奥借这个机会，他们都在做梦，他们跟着川普一起垮台。然后这个第4个的话呢，就是说川普自己当了总统所选择的内阁阁员啊。第1任的时候啊，天天在 fire 这个 fire 那个，第2任都不 fire， 只有那个 Norm 实在是贪得太厉害了啊，又闹绯闻，又贪污，又讲话，因为每天打扮一下变成牛仔，一变什么的啊，反正搞得乱七八糟的话呢，川普自己施政作为各方面都不好。我没提到经济，我没提到油价，我没有提到大家生活上的感受，就光讲实际原因。另外最严重的一件事情就是，川普要海格塞斯一起提出来，跟国会要$2000亿要来准备，结果。那个参议员的议长讲说：“我的天哪，你到底要打多久？$2000亿，全美国的预算1年才9000亿，你现在才打了不到2个礼拜，你就跟我要2000亿，你要干嘛？”我说句良心话，因为川普底下的一个过程就是遇到这场战争短期内结束不了。我相信到了他中期选举的时候也结束不了。你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可能有民调呢？我觉得有1%的支持他都不错了。好，这个是内部的民调，美国民众哦，现在对于川普的支持越来越低。但是盟友呢，盟友现在对川普也感到非常的头大，因为呢这场战争打到现在，造成的是全球的能源危机。我们来看到影响的就是美国自己的盟友。首先看到南韩，李在明现在呼吁了说，我们的民众啊，公务机关要减少开车，大家现在上班呢改搭车好了。那也要求这些耗油企业减少用油，呼吁民众要自愿减少开车跟出门。公务要减刑啊，要节省能源，因为现在已经不够用了。菲律宾的小马可是也说了，现在啊进入能源紧急状态，引发了当地民众大罢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说了，能源实在不够了，要释放储备油啊，减少短缺的冲击。油价是上涨，联合国现在也做了一个警告，可能造成4500万人陷入饥荒。干哥怎么看？好，我跟你讲，我回答刚才苑老师他说那2000亿要干嘛？你知道？2000，我现在跟各位讲，平均1个月美军花在伊朗的军费1个月啊，1个月哈，大概要多少钱？100亿美金。1个月100亿美金，1年大概就要1000多亿美金。所以赫克塞斯他是要申请2000亿是吧？可以打2年。我的天真的要打2年吗？所以我今天讲一句，川普你只要你一打喷嚏。全世界都不对劲，你知道？你真的你申请那么多干嘛？而且我跟你讲，这绝对是川普受益的。赫克塞斯不可能就这样去申请嘛，他老板要同意嘛。那你是不是要长久打的打算？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对川普而言，它很可能是一种政策的工具啊，所以他不惜代价他也要做。那问题是你对全世界造成什么影响？你看南韩，李在明马上就讲了，公务机关现在不要常用车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比公务机关节省更重要的是，我准备要发现金券给老百姓。哇，老百姓很高兴，我有现金券可以拿，你知道为什么？刺激经济，不要因为说现在能源危机，好像大家都已经不敢都说了，对吧？不是，现在每个人发多少钱啊？预算什么时候通过？很快，3月底我就会通过啊，4月我就会发了。李在明是，你看这个总统也很明快。他他不是叫人民
哦，你节省哦，他是说公务机关的车节省，但是人民现在要准备要发现金券给他们，所以你就晓得说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就川普害的，害到说，这个你盟邦的老板他们要自己先安抚老百姓，然后可是问题是菲律宾就安抚不了了，菲律宾小巴克斯说，哎，公务车通通要节省啊，运输业要节省啊，不该开的不该用的哈，你们旅游人民旅游也要节省，就人民上街抗议2天。说你在讲什么东西，对不对？意思就是说什么？意思说这不是人民的责任，这是你政府的责任嘛。那再讲到日本，高市早苗也是啊，你知道他释出了日本国内战略储备一半15天的原油存量多少？8000万桶。他释出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认为如果他不释出，他会对国内的物价造成很大的冲击，所以他要先释出一半15天的战略储备。释出，然后但是他其实他还有跟那个卡达跟那个阿联有几个国家，还有沙烏地，他们有共同储存的原油在日本啊，在东京当地，所以他敢赌这一把8000万桶先拿出来用了，先拿出来用的意思就是说，代表我高市是很有作为的。那接下来呢？还剩下一半，要不要再拿出来用？川普大哥。打完了，不要再打了，再打了小女子可能也只剩下8000万桶了。如果再打完的话就完蛋。还有全球4500万的饥饿人民，你知道现在荷姆兹海峡船没办法出来，现在要改走哪里？改走陆路，从哪里你知道吗？从吉尔吉斯走中亚的路线运到阿富汗，因为阿富汗有1750万人，大部分是妇女跟儿童。都处于饥饿线下，东西送不过去，只好走陆路。听说要3倍时间才会到。这拜谁之事？川普之事。所以你晓得它的影响有多大？这个战争影响了多少国家跟人民，尤其是处在饥饿边缘的阿富汗的贫童。所以我觉得川普，你真的应该好好检讨反省一下。好，谢谢华康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赶快来看到这一起意外事故，日本自卫队的军官闯使馆要杀人哦，是军国主义复辟吗？今天会来特别做关心这一起事件，赶快来关心到是日本警方证实的24日持刀闯入中国驻东京大使馆的嫌犯，他是日本自卫队的现役成员，他叫做村田晃大，年纪只有23岁而已，阶级是陆上自卫队3等的陆尉。好，针对于这样子的一起攻击哦，中国外交部是痛批。极度震惊，违反了这个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还特别提到了自卫队的管控是否出现了漏洞，这是军国主义右派势力崛起的一个问题吗？再来就是来自于智库特别做的一个分析，说日本社会现在针对于中国的敌意跟暴力风险正在逐渐的上升当中，导火线就是日本长期在政治上面的操作，渲染中国威胁，才会有了各种的事故发生。针对这一起外交的事故严重性怎么评估？跟日本军国主义复苏有关系吗？岳老师怎么看？这个人呢，就是他叫做村田晃大啊，我把它改写成农村田夫啊，晃悠悠的爬进了中国大使馆，大杀人啊，提了一把大刀啊！大家不要以为我在开玩笑，因为这件事情啊极其严重啊。他犯下了，就是在现在的氛围当中，大家要了解中日之间的，我不是开玩笑的啊，就是好像快离开战都没有很遥远，因为大陆从2020年开始进口出口就连续对于日本所有的军工企业还有民用企业都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我们讨论了好多次，对不对？那首先第一个的话呢，中国驻日大使馆是中国领地哦。这是侵犯中国主权哦！你爬墙进去还带了把大刀进去的话，你自己要了解。而且里面在喊啊，以神之名要杀掉中国外交官，人家外交官没惹你啊，对不对？那人家话原来你们自己高市早苗讲的那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存亡事态危机，你自己要检讨啊，对不对？这是第一个嘛。所以说林建会很火大，因为很少有领事馆或者使馆被攻击的，这个是太离谱了。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他这个从这个自卫队里面他是现役的人员。
带了一把大刀出去，你那个自卫队人的话呢，就是没有这样子注意到这种事情吗？而且我觉得说是他才23岁，我第三点我真的不了解，你在仇恨什么东西啊？你知道，我只有一个解释的方向，让我想起来，我实在是不愿意再提。我就觉得日本的军国主义从来没有被收拾过。我们小的时候看到那个三岛由纪夫的时候，我那时候因为我是抗战家属，我觉得三岛由纪夫就是疯子，每天在那练习切腹什么东西的。后来我碰到了很多那种对日本有好感的，都觉得有了喜，好像这块了不起的一样。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好了，这个就是最典型的盾智会，三岛由纪夫办的盾智会，大家可以去查查这个历史。他当初为什么自己要自杀？因为他到日本国会去游说，就国会议员下来不知道他干嘛，神经病一样。这个基本上的话，这个农村田夫晃悠悠的大杀人他其实他叫做春田晃大这个家伙的做法就是跟那种神经病军国主义的神经病是一模一样的，你知道吗？而且他这个做法完全一点对他好处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大陆现在正找不到借口来找日本出气啊。那现在日本的话呢，就是你看大陆这个林健就讲说，你们自卫队怎么搞出这样现役军官？那个时候日本都不敢承认。第一个不承认有没有这个事情，第二个不敢承认他是不是这个自卫队，然后第三不晓得他是士兵还是还觉得他神经有问题。这个不是精神病的问题，这也不是循训挑事的问题，这是我以前我根本不能理解。我原来对于这个中国人恨日本人我可以理解，我对日本人也恨中国人，我真不能理解。对，那另外一方面，现在也比较担心的是说这是单一事件，但是我们也看到说，确实这一位他是自卫队里面的人员嘛，但是现在自卫队的人员正在扩编当中，那原因是什么？现在有一个想法是说，会不会日方已经从过去针对中国式防卫，已经转向在前沿做了压制？那我们也来看到说，那日本现在全面扩编、全面扩军做了哪一些具体的项目？第一个，我们来看到自卫队大规模的改组，包括了它的海上自卫队增设了水上舰队、水陆两栖机雷战群，强化联合作战。那自卫队的人员也扩编，包括了现在有宇宙作战群升级为作战团，编制从310人变成了670人，到今年呢会增加成880人。再来就是南寮岛跟熊本部署12式地对舰诱导弹，射程涵盖了整个中国的东半部。委员怎么看？当然嘛，就是说对日本来讲其实有两个这个情节是一直存在的就第一个，就像刚才这个苑老师提到的这个民族主义的情节特别是这个些右翼的这个日本的政治势力这些主张，其实在过去这些年来，在战后的这几十年里，只是暂时被压制了，就被埋藏在他们的内心里就好像美国的这个白人至上主义一样就美国讲的说不可以种族歧视，不可以这个歧视有色人种，是谁把美国的白人至上主义给解放出来的？就是川普嘛。所以因为川普，现在美国的那种白人至上的这种情绪就非常的高涨那日本也是如此啊。日本从安倍一直到高市那么他们其实都是非常深刻的了解到，就是日本的这些人民，他们内心的这种民族主义、这种军国情怀仍然在他们的心中，只是暂时被封存起来了。他们也把它解放出来了。所以从安倍的政权为什么这么稳固，一路走到了高市，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日本的右翼势力开始全面的抬头嘛那么第二个情节日本没有改变的就是甜美情节就哪怕他被美国推落了这个失落的30年的这个经济这个停滞的深渊里，他们还是热爱美国哪怕他们被美国践踏，哪怕他们被美国出卖，哪怕他们被美国牺牲，他们的那个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只有越来越强，一点都没有减少过所以在这种甜美情节再加上军国主义抬头，他们当然现在很乐于当美国的代理人打手啊。当美国要撤出第一岛链的时候，总要找几个人守在第一线当小弟看门狗这个时候日本这个责无旁贷的就扛起了重任相对来讲，韩国的李在明就很聪明就闪得远远的了，因为他很清楚知道美国在打什么主意。那日本为什么要干这件事呢？除了我刚才讲的甜美情节以外，当然另外一点是他希望借着这件事情取得美国的首肯，让他从原本的和平宪法当中
是释放出来嘛？所以我当你的小弟，当你的看门狗，那你总可以让我进行修宪，让我能够拥有更多的军事力量，然后军力投射可以到更远的地方。所以他们讲的叫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对，这是他们的这个梦想。对，所以在这种过程当中，其实我认为未来的中日之间的摩擦跟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说过，人民如果是这样想哦，就原本各位还记得吗？当时大家看到了这个中国大陆对日本制裁的时候，很多人就说日本的这个民众就会反弹了，然后高市政权就完了。日本民众没有反弹为什么没有反弹？其实这个故事很简单，现在全世界都在走民族主义的浪潮，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了以色列，刚才讲到了伊朗，不都民族主义吗？谁愿意退一步呢？现在日本也是如此啊，中国大陆更是如此但是我会觉得说，其实现在的这个状况如果持续发展下去，还是那句老话，中国人民的国仇家恨也没有忘啊。就日本当年怎么屠杀我们的，我到现在到了上海的这个四行仓库的纪念碑，我站在那里，我眼泪都还是会流下来的。我也会。所以我看着我们当年那个部队一个师一个师的阵亡在，看得到弹孔。对，阵亡在上海的淞沪战役里头，那个时候那种仇日情节怎么可能会放下呢？所以日本如果真的这么蠢，那么最终他们就会变成一个牺牲品。所以现在整体在这个右派的情绪、民族主义的情绪在日本崛起。那当然，日本它在外交辞令上面也改变了它的词汇。这个是它的外交蓝皮书草案，将中国从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降为重要邻国。但一方面又跟中国说我们要喊和平，要一起合作等等哦。那中国呢，怎么反制呢？在最新的这一场高峰论坛中有80家的全球企业高官、高阶主管一起齐聚，包含了苹果、福斯、三星、SK 海力士，但是唯独没有邀请日本。干哥怎么看？好，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民族的仇恨要放下，但是今天我们绝对不能够忘记民族的大义。也就是说，刚刚两位讲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即使今天这件事已经过了80年了，但日本就是侵略者，他是整个国际社会东亚动荡的元凶。我讲到这边，我也很气，为什么？有想到那个词叫做大东亚共荣圈，共荣是你共荣，是你在荣，你在光荣，是拿我们的血肉去当你的垫背，对不对？所以说这种东西还被我们的总统拿来再挂在嘴巴上面讲，哎，有时候我真的是讲到这个就义愤填膺。不过中国在这次两会之后最大的论坛，我就不请你来，怎么样？SK 海力士啦、三星啦、福斯、苹果什么大老板都来了啦，高阶 CEO 就来了。对不起，请问一下，川崎重工的 CEO 在哪里啊？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川崎重工，还有三菱重工啊等等这些，这些都是日本很重要的企业啊，对不对？没有来，那为什么我不邀请你来？什么意思？有了，我们有邀请一个亚洲银行了。但是因为亚洲银行的主席也是日本籍啊，对不起，要换一个就副主席来，副主席是美国人。